150,000. That's the way you do it. Pay them 50,000. First call at 1 million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贝拉。相信有在关注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前一阵子我们在找房子嘛。那今天这一集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为什么在这个房价飙涨的时候，我们还要进场买房子，还有这一次我们去看的其中4套房子，他们各自的特色啊，以及最后的成交价格。最后，我想要把我买房路上学到的教训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本身是觉得今天这个影片，它每一个部分其实都有蛮不错的重点可以分享的。如果你是未来有打算要在澳洲买房子的朋友，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住的是一房的公寓嘛，所以其实当初买这一间公寓的时候，就有要把它出租的打算。那个时候我特地选了一个靠近 QUT、TAFE 还有 South Bend 的房子，我想说以后租给学生应该也蛮好租的吧。再加上现在疫情的期间，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家工作嘛，那这个一房的公寓很明显的就不够用了。而且因为当初我们这个公寓其实买的不贵，所以每次发完薪水缴完房贷之后，剩下的那一些钱啊，如果说我没有拿去理财，那我就是把它给花掉了。那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呢，我跟 Ben 决定我们要再去买一间房子。一刚开始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布里斯本的房价涨了这么多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把预算设在50万左右。然后，因为大家都说地点很重要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上网看了这一篇文章。那过滤下来的结果呢，就出现了这个房子。我看到照片之后，整个真的是超爱的，隔天就直接找 Ben 去看房子。这个房子它是位于 Cannon Hill， 算是一个还蛮新的社区。那它的公设方面呢，它有游泳池，然后还有烤肉区跟健身房。我很喜欢这个房子，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落地窗，然后它的前院还有一个小花园，所以可以在那边发呆啊和休息。可以看到他们在楼梯下方做了很多的储物空间，然后厨房是我最喜欢的瓦斯炉，还有对外窗。And it's garage。我们上楼看看吧。客房算是还蛮宽敞的，那它的旁边呢，其实还有附一个小小的浴室。主卧室的外面也有一个阳台，窗外的视野我觉得也非常的开阔，看起来很舒服。And there's a dressing room as well. Oh my god, I like this. 对，而且它还有2个衣物间。这个物件它是在1月底上市的，那在不久前呢，它其实同一个社区有几个物件是卖了51万左右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加到53万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应该好像是买得到了吧。那我还甚至去逛了 Cannon Hill 的 Shopping Center， 殊不知它最后的成交价格是57万5。想得美啊！你做梦了吗？那 Cannon Hill 没有买到之后呢，我们又去看了一个在 ML Plain 的 Townhouse。这个房子它是位于我一直都很喜欢的 Roncon Shopping Center 的附近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小学学区又是很不错的公立小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跟Ben 2个就说，我们一定要买到这一间房子。房子一进来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蛮宽敞的客厅，采光呢，我觉得也非常的好。洗衣房和车库是相连的，位于房子的前方。2楼的部分呢，总共有3个房间。那主卧室的部分，我觉得不管是通风和采光都超棒的。一早起来就可以看到整片的蓝天呢，光想就觉得心情很好。后院的庭院感觉也很舒服，是一个发呆的好地方。总而言之呢，这虽然是一间老房子，但是它维持得非常干净整齐，直接搬进来住，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。
这个 townhouse 我在去看之前啊，其实我先上抖妹去查过它的市场行情。我记得那时候它的中位数好像是55还是60万左右，我忘记了。那这个广告它上面就是写了它45万以上就会考虑嘛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问中介，中介说如果是40几靠近50的话，那屋主就会考虑卖。所以我们第一个 offer 就出到了49万。然后我们心想，假如说屋主要50几万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。结果呢，第一个礼拜他 open house 之后，其实我们就马上下 offer 了。可是呢，屋主那边是无声无息，不管我怎么催中介啊，中介就说，如果有回复我就会告诉你。但是接下来这个房子就在 realist.com 上面一次又一次的 open house，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心想，这个屋主大概是对我们 offer 的价格不满意吧。在等待屋主回复的同时，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就是大部分买 house 的人，他们的房价在这2年间涨了都大概有30几万左右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大家都说地点很重要嘛，可是在昆士兰，土地的大小才更是影响房子的关键。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只看 house，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独立屋。我们本身预算没有很多的关系，所以在每个物件上市的时候，我都会先上抖妹查一下它的市场行情。那如果说它的区间是落在我们的预算之内，我们才会去看。虽然很多中介都会说啊，抖妹不准啊，抖妹的市场行情严重落后啦。但是以我个人看了几十间房子下来，我的心得是，其实抖妹大部分的价格区间都还蛮准的。接下来看的这个房子，它是位于 Sunnybank Hills。那刚开始去看它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以为它的学区很好，可是真的查了以后才发现，它的学区其实也不是在 Sunnybank Hills 的学区里面。大家如果想要查学区的话，可以上这个网址，把地址输入以后，就可以显示你房子的学区是哪一间哦。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我们目前最想买的，因为它在 Sunnybank Hills， 然后它的小学区很好，而且它是 house， 就是有很大块的土地，然后所以就是Ben 和我都还蛮期待的，所以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外面门廊进来以后就是一个客厅，而且它窗户很多，我也很喜欢。旁边是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个人觉得它储物空间也是做的蛮多的。然后一共有3个房间。This one is a bit small, right? I like it the location. Okay. 厕所基本上就是不用再装修了。这个屋主感觉上超爱紫色的。See the garage so big. Yeah. 这里大概至少可以停2台车，然后还会剩下很多位置。Here is tank, water tank. Yeah. 澳洲这边啊，很多房子都会附一个工具间，因为大家都要自己做修缮的工作，超大的欸。我们刚刚看完房子了，然后我本来在没有来看这个房子之前，我在抖音上查一下，他们上面写这个有信心的价格区间大概是56，因为屋主本来是31，然后我就觉得蛮 affordable 的，然后我们就来看。但是我刚刚问了那个 agent， 他说现在屋主想要大概75万，所以可能就会再考虑看看吧，因为它也不是离 Metro 很近这样子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下一间房子哦。接下来的这个房子也是我很喜欢的物件之一，它开车到 Garden City 大概就是5分钟的时间，然后走路到未来的轻轨站呢，大概是20分钟，还正面公园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All the offers? Yeah, he was at offers, unconditional offers. Unconditional. 现在看到这一间呢，应该是它原本的主卧房，屋主可能是有整理过了，看起来还蛮干净的。
然后这边有一个 walk-in closet， 超大的感觉都要跟我房间差不多大了。那浴室的部分整体来说就是比较旧了一点，可能需要再修改一下。然后再出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餐厅，或者说可以当一个 second living room。OK，yeah。我们去看一看它的后院吧。Oh, they want to? 整体来说呢，这就是一个位置很好的3房2卫2厅的一个不旧不新的老房子。Use this as a room as well. This is actually a lounge. It's not a bedroom. But you can put a room. You want to put a bedroom? Put a sliding door. 整个看房的过程中，其实中介他人都蛮好的，他也没有说一定要出到多少钱才可以，他只说只要是 unconditional 都可以递看看。只是我隔天想要试探他价钱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屋主已经接受某个人的出价了。那这个房子最后的成交价格是81万澳币。那这边我要打岔一下，就是你在昆士兰买房子的时候，通常合约书上面会写说 subject to finance， 还有就是要 subject to building and pest inspection。那屋主接受你的价格之后呢，这2个但书也要通过了，这个合约才会生效。但是因为现在是卖方市场嘛，很多房子会直接竞标，也就是说买方不能加但书了。他说的 unconditional 就是不能加但书的意思。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屋主，他们会先做好房屋检测报告，让买方安心一点。第一个，我觉得我犯的失误就是我不够积极，因为我明明就知道我是一定会买第2间房子的，但是我就是傻傻的在存钱。那这中间呢，就经历了利率下降，然后 Melbourne 跟 Sydney 长期封城，然后还有 Brisbane 要办奥运，这么多的利多，而我呢，居然也没有想说房价会大涨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？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竞标的影片哦。我们现在想要 bid 的房子就是这一间，这个是我的 number。 Opening bidder offer to get proceedings started at $700,000. It's a lovely, lovely move for the Keys. At 90 bid now and again. Don't leave it on the round number. Take it 1 or 2 over, but at $790 the offer. At $790,000, I'll call it away 3 times. Has chance now at $790 on the phone. 我也因为我的不积极，所以说我现在要多花30-40万去买一个地段相对没有那么好的房子。第2个，我觉得我犯的失误就是我没有请贷款中介帮我锁定利率，导致我们从拿到预批签约到房屋成交的时候，这个利率是3段式的往上跳的。这个情况呢，在我们第1次买房的时候，其实完全没有发生过。所以 settle 之后啊，我看到利率真的是整个傻眼我要奉劝大家的是，如果说房贷利率有预期上升的情况，那大家一定要花几百块请贷款中介帮你跟银行锁定利率哦。最后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，你现在是不是买在高点那以后房价会跌的事情。其实关于这个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在台北卖房子的经验。就以前我在台北当房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师大的1楼大概1000-2000万就买得到了。可是那个时候很多客户跟我说，现在房价太高了，以后会跌啦。但是现在再去看呢，师大那边的1楼大概都要4-5千万才可以买得到。而且以全球来看，房价的总体趋势其实都是一直在上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钱一年比一年的更不值钱。最后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